嘿，大家伙儿早喽！12月24号星期天，看，刚起跑5公里多，又来这个大坡了。有的小伙伴特别的仔细，关注我的 Strava 后给我评论，说只要没有强度课合练的时候，总来跑这个坡。是了，不管快慢，都来溜达2趟。因为今天肯定轻松跑了。这坡我也说不好为什么这么难，体感上，因为跑北马也好，跑哪也好，都会有立交桥，但是我感觉这个比那个坡度大。这我现在这样的话，如果我不稍微使点劲儿，我都迈不开腿。而且我跟家属骑车骑过这个坡，就类似共享单车那种车，这坡得推，骑不上来。今天还行，今天其实没有什么疲劳的感觉，但是调整一下，这个月已经跑了494公里了，截止到昨天，今天才24号。昨天下午直播，感谢大家伙，有好多小伙伴在直播中会聊到会有厌跑情绪，天冷了跑不动等等。今天我给各位打打气，加加油，好吗？咱们一会儿聊，我加速赶这个红绿灯。差不多跑了14公里多，今天挑战完那个坡以后呢，还是沿着大阪马拉松的最后结束的路线来跑。最后的几公里有难度的，第一个难度是都是直线，就是没有拐弯，就会有疲劳感。第二难度呢是路比较窄，就是2向的路，就2条车道的路。第三个难度是因为路比较窄，这边为了城市排水，所以路比较斜，就向一侧斜，所以大家尽量往路中间跑。这种比赛不管是不是这儿，其他的马拉松也会有这种问题。下一个难点是有小的起伏，做好心理准备。好消息是路面很新，有时候我觉得马拉松或者运动能让人有动力或者放松是这么回事儿。一般像我们遇到的压力或者焦虑，我分析啊，就我自己，我有2种。一种呢是无所事事的时候，就这段时间好像觉得自己不够努力，是一种焦虑。还有一种呢，就是真的特别累，就每天都从头忙到晚，这是一种疲劳。对于前者，其实你去旅行或者玩放松是没用的，而大多数时候并不是你不想努力，是这段时间就是特空，就感觉什么事儿使不上劲儿，是不是？在这种时候，跑步或者运动真的是有用的，它就逼着你完成了一件有难度的事儿。它逼着你完成一件有难度的事儿呢，就是在这种所谓的带引号的无所事事的状态下，能够找回来一点生存的感觉，或者生活的感觉。就像我每天都说，努力生活，努力生活，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我之所以这几年能够如此规律的训练，一方面是家人的大力支持，另一方面就是像我干到这个年纪，我把工作安排的已经比较的有规律，就是这么回事儿。
但是像比方说现在天这么冷，在北京的小伙伴，在北方的小伙伴，或者是呢觉得累，跑量加了以后跑不动，还有比赛中遇到了困难，比方说抽筋了，或者累了跑不动了，跑崩了，这种时候的心理只能自己救自己。怎么救呢？其实它是一个良性循环，就是您越努力训练，越冒着严寒、冒着风雨或者是酷暑训练，您就越能面对这些事儿。就像今年的波士顿大雨，今年的东京半马也是大雨，我其实是很兴奋的。为什么兴奋呢？也是有私心的，就是我想的是，嘿，我总在雨天跑步，因为雨天我也不休息，我总在极限天气跑步，那我肯定占便宜啊。我就看看左右的人，我就想，嘿，你们不行吧？是不是？虽然这种想法不太道德，但是在赛场上，你确实是有时候你只能这么想，去安慰自己，对不对？那这些其实就是你顶风冒雪的去训练换来的呀。而且我们其实生活中，就算您再忙，我真心的说，可能我还没有干到那个位置，或者有那么多钱，但是我也活了这么大，我就觉得其实啊，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成就，每个人都会隐约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平凡一生的人，因为我们每天做的工作，无论是挣钱，还是你有更其他的那些远大的目标，或者正在做这些远大的事情，其实在我们看来，基于放到这个世界上都是很渺小的，特别渺小的。有时候这种会带来一些无力感，觉得好像是不是自己不行了，或者怎么样。而马拉松呢，是一个让您脱颖而出的项目。为什么这么说呢？比方说您去打羽毛球、打乒乓球或者干什么，这些偏技巧类的，但是体力消耗也挺大的运动，这些呢，我个人认为没有耐力运动更有成就感，真心的。因为耐力运动是这样，是有的人行，有的人不行，而有的事儿呢是大家都行，只不过谁干得好，谁干得不好。因为马拉松、铁人三项、超马、越野这些，并不是干得好不好的问题，是您训练了，您是练这个的，不管快慢，你起码能完赛。普通人不练，他就是不能完赛。绝大多数成年人，30多岁的成年人，如果完全不锻炼、不练跑步，一个全程马拉松，在关门前完赛是有挑战的，真的是有挑战的。一般就是30公里那个大坎儿。如果您也是要出马，你就想办法把30公里的关门时间扛过，基本上就走下来了。但是走下来不叫跑下来啊，对吧？您想想，您第一次马拉松的时候，各位顶着跑崩的腿，顶着抽筋的腿，顶着神志不清的脑子冲过终点的时候，您是不是觉得这个世界上您是一个特别特别伟大和了不起的人？而这种感觉是大多数事情给不了你的。我的回忆就是，我刚工作那几年，是有时候能挣点钱，挣到的钱数呢，也是对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以前不敢想的数字，虽然不多吧，但是我的兴奋的感觉远没有马拉松完赛的时候那种感觉，包括现在都是。我跑到现在了，10年了将近，不管是半马、全马，甚至是我们强度课的那种训练，你最后完成的那一瞬间的快乐和成就感都是无可替代的。
我有时候不想跑或者跑不动累的时候，我就想想这个，或者想想回家以后要吃的饭。像昨天直播说的似的，我其实是一个特别爱吃的人。比方说现在我其实有点累，已经马上16公里了，但是我会这样想：明年2月份，等我跑到这儿的时候，我低头看表会是几点？如果明年2月份跑到这儿，我低头看表的时候是2小时38，或者2小时39，那我基本就成功了。如果这时候看表是2小时40，那就失败了，对不对？但是失败了，其实你们看，好多人说冲击这个冲击那个，最后没成功，我也没成功，前几场不都没成功吗？但是跑完以后，我也是特别开心的，根本就不想那个，真的。所以今天这期给您各位都打气。有的小伙伴是太冷了，觉得一下失去动力；有的小伙伴说跑完那场比赛以后心里空落落的。都别想太多，生活都是一直往前继续的，你总要有一些事情填满它。您要是有其他更适合您性格的和您当前状态的那些能让您觉得更有成就感的事情，我也是非常支持的。我觉得生命中对我来说啊，最不可缺少的就是成就感，否则我老觉得自己活得特别单调。不成熟的小观点。行吧，我这儿兜一圈就回去了。今天跟大家闲聊2句，我们训练之后见，大家加油干，加油干！12月24号星期四清晨7点25，训练结束。今天比昨天气温回升了1-2度，感觉还行，没有风了。所以就是出门的时候特冷，你看穿的多吧，跑到太阳出来就热了，要戴2层手套。像现在这个气温，我一般就是戴2层手套，然后再冷就戴手闷子。你看这样，里边一个贴手的，外边一个不太贴手的。唯一不方便就是这样戴的话，手摁东西拿东西就完全没有感觉，像摁相机会稍微麻烦点。昨天前几段黑天的时候拍的不好，就是因为我现在都是带2个相机，一个 Go3，一个 Go2。这个 Go2 的问题是它是磁铁盒盖的，等于我戴着那个手套的时候搬不开，太滑了，得用嘴，它可能就有哈气了，所以画面质量有点差，大家抱歉啊。今天第2个训练日，虽然昨天跑得多，但是今天还是按照惯例跑半程马拉松，平均配速5分，1小时45。训练负荷较小，最快1公里只有4分29，平均心率134，功率199，步频197，累计爬升50多米，就那一点，还有最后大阪城回来这一点，那个坡多去跑跑吧，就多适应适应，就像路线一样。为什么那时候在北京跑的时候觉得好多路线或者跑一跑没觉得那么枯燥，是因为路熟了，我怎么安排都行。到这边前几个月怎么规划路线都不熟练，现在也慢慢就好起来了。厌跑或者说跑着跑着不想跑了，还有一个小妙招，我原来在北京就这样干，就是不去跑折返，就不去跑那种，比方说我出了家门3公里到这一个地儿呢，一圈3公里，一圈3公里，我这么跑。这样的话，你每一圈到快回家那口那儿的时候，都想着，哎，我要不要回家呀？因为那时候我在北京的时候跑，就往故宫跑，我跑到那儿就已经12公里或者11公里了，那我没有办法，我只能跑回来，对吧？那时候这么激励自己。刚开始搬到昌平的时候，一开始是有一些厌跑的，因为就觉得老在那一个地儿绕，但是后来也就好了。什么事儿就是，持之以恒，水到就渠成，好吗？那行，今天给大家加加油打打气，
我也赶紧回家吃饭。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今天有比赛的小伙伴们都好运哦。对了，上次回评论那位 PB 了1小时07分的叫做花果树下那只蛙，因为您发的是弹幕，我没法在弹幕里文字回复您。是位女性跑者，了不起啊！我们再手动点赞一下 ，PB 了1小时07分钟。好，那大家比赛都顺利，冬训都顺利，身体健健康康的，好吗？咱们加油干，明儿见。